4月24号呢，在关丹高庭判农民败诉了过后呢，彭亨州的森林局、土地局呢，在隔天就开始有一个行动，他们叫做 obstacle， 大批的车辆进入这些农民的这个榴莲巴里面，搜查有没有农民在森林地里面驻扎或者工作，有的话就直接抓你的这些榴莲巴里面的所有的财产，他也全部充公没收。所以这2-3个星期呢，农民是过得很苦的，农民根本进不到这个榴莲巴去工作。其实不要说农民能不能够自力更生了啦，我们现在看到农民还要自己来付这个堂费哦，60万令吉。改次还有什么团体敢去司法审核？就是说，你把司法审核也把它变成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很多去司法审核的只是普通的小市民。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讲农民一定很有钱。很多小园主我要告诉你，种榴莲前10年是没有收成的。就算是有一些农民是很有钱，不代表他们应该付这么高的堂费。我们也要在这里呼吁州政府，你们应该先体恤农民，先珍惜农民的付出，而不是整天想着以为跟发展商或者是大财团合作就能获得很多收入，你这个经济就能发展。不是的，农民才是这个国家粮食的主要提供者。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我们要来拷问的对象是周宇辉。那今天要来探讨的议题呢，主要是针对劳务榴莲巴课题。那么其实在2020年呢，彭亨州政府将土地租借给这个彭亨皇家榴莲资源有限公司啊。当时这些土地呢，其实已经有农民正在耕种。令人感到比较争议的部分就是呢，财团随后呢就对这些小农民开出了所谓的不平等的条约，那么也迫使呢这些农民入禀法庭提出了司法审核。那么经过了4年的抗争呢，最近这个法庭他们就下判农民败诉哦，而且还需要赔偿财团还有州政府的堂费高达60万令吉。其实这个课题呢是有蛮多的争议的啊。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农民一开始呢其实就是非法种植在先，那么如今赚了这个钱呢，就应该把这个钱呢还给当地的政府哦。那么也有人认为说，政府应该要体恤在当地耕耘这么多年的农民，应该要优先的把地租给这些农民啊。那么其实呢，真的是各说各话，大家都各持不一样的立场。那么今天呢，要讨论这个课题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最近很努力，也上了很多节目，跟大家来解释这个课题，而且也在为农民来筹款的劳务区的国会议员周宇辉。宇辉，欢迎你。你好，大家好。是，那其实可不可以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案件目前的这个进展如何？你们现在正在上诉当中嘛？是否有信心能够再一次的拿到这个暂缓令，让这些小农民在正式判决出来之前呢，可以继续的耕种？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呢是正在上诉的这个阶段。那首先呢，我们要入禀这个上诉庭呢，申请一个禁制令，因为大家也知道，4月24号呢，在关丹高庭判农民败诉了过后呢，其实当局就很快行动了。彭亨州的森林局、土地局呢，在隔天就开始有一个行动，他们叫做 obstacle。就进去了这些榴莲巴，大批的车辆，大批的这个四驱车进入这些农民的这个榴莲巴里面去搜查有没有农民在森林地里面驻扎或者工作，有的话就直接抓。如果你的车出现在这个森林地里面，你的这个摩托出现在森林地里面，你的这些榴莲巴里面的所有的财产，比如说水泵、水管等等，它也全部充公没收。所以这2-3个星期呢，农民是过得很苦的，因为农民根本进不到这个榴莲巴去工作。所以整个事情背景呢，就是我们4月24号呢，面对了这个执法单位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打压，然后我们。当然，法庭的案件我们在上诉中，我们也希望这个排期能够快一点，法庭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我们能不能够申请到这个禁制令？其实宇辉，我在想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么难看哦？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做的蛮难看的哦。如果是按照你刚才的描述，那么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些资料，说其中有些细节，很像也让大家觉得蛮有疑问的啊。比如说，有些农民他们是说收到了政府的通知让他们在某些地方进行这一些开荒或者是耕种，但是也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说法，是说这些农民因为这个政策偏差而没有收到这个 FELDA 给的地所以他们
就自己跑去这个森林开荒。所以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子？他是不是他有哪一些内幕是不为人知的吗？他不是有什么内幕，而是回到整个问题来看，整个州政府当年的整个农业政策还有土地政策是充满着不透明和偏差的。好，首先你说为什么农民这么多年前就进去这个山地里面种植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是非常的不进步，他们是新村他们是华人新村的后面的后山，在那个年代社会不发达。社会还没有进步，那他们唯一能够找吃的工具就是只有种植。政府是鼓励他们进去种植，政府也知道他们在里面种植，但是都没有采取行动，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种植的是橡胶，然后后来是去种可可，也种过油种等等，甚至香蕉等等都有。好，那么为什么会演变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我只能用一句俗语来形容整个事件：授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好，那么你说，有人讲为什么这些农民当初是拿不到 FELDA 的地？首先呢，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在文东老屋的周边呢，都是被 FELDA 包围着的。那么 FELDA 坦白讲 ，FELDA 的政策大家都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土地。那么这些农民呢，其实呢，他们未必都有去申请 FELDA， 或者是其实是 FELDA 的根本没有把他们考量在里面。所以当时政府呢，为了要觉得，哎呀，你们也是要去找吃，那你们去后面耕种吧。那耕种到了东西之后，你们就可以自给自足。那农民就在后面开荒了。开荒了过后呢，50-60年过后呢，突然间他们种了榴莲，突然间榴莲就变得很有价值猫山王可以享誉国际。那政府讲，这个地是我的，我要回来。那么我要收回这个地，我要跟一个私人财团合作，你们所种到的榴莲都要归于我所有。那所以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如果今天你种植的是可可，你觉得政府和财团会这样子做吗？不会，就是回到那句话：授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那你觉得说，其实法院的这个最新的判决你们会感觉到意外吗？其实感觉上很像我看到你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你很像在去这个去听判决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你很像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了，是吗？司法审核或者是公民的这个司法审核手段呢，当然每次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所有的希望。是，所以当天那个主持人问我，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有可能赢，有可能输 ，OK。但是我们有做好最坏的打算 ，OK。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里面，以前的案例呢，关于农民土地这一块呢，永远都是占劣势的。好，那么到了那一天的话，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输了的话我们就准备上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问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有了，我是有准备，有心理准备，这个案件会输掉，但是我们也会在上诉当中，而我坚持认为，你只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你的。了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农民当地劳务的农民，其实他们在听到判决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如何？还有他们接下来会面对的问题有哪一些？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他们处境的部分呢？他们处境其实是非常的可怜，现在因为当判决一出来过后呢，过去保障他们3年可以进入榴莲园里面作业的那个暂缓令呢，因为那个暂缓令是写明财团、土地局、州政府执法单位是不能进去驱赶他们，还可以让他们继续作业。但是那个停令一失效了，因为案件输了之后，我们停令就失效了。那他们这过去的3个礼拜里面呢，就是一直频频受到这个当局的打压，所以他们也很茫然，他们也不知道前路应该要怎么办。但是我们有告诉他们，我们在上诉当中，我们希望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么他们的茫然呢，并不代表他们会去觉得我们去起诉州政府是错的，因为过去3年呢，没有我们去起诉州政府的话呢，我们拿不到暂缓令的话呢，其实3年前呢，这些榴莲园呢早都被财团所拥有了。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有农作物在这个榴莲园里面，很多，其实全部榴莲，所以他们现在是不被允许进去，是去照顾他们的农作物。对，那如果有相关的损失的话，其实他们也是求偿无门的。对，他们现在因为7月就要榴莲的季节了，现在已经是5月中了，所以如果你说你不给他们进去，那榴莲你也知道，榴莲是很难照顾的没有放肥水，没有放药水没有浇水，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收成时的数值。所以我会认为政府在这个事件上是非常短视的，他一直认为这个地你霸占了，所以我要惩罚你，我去充公你的东西，我去逮捕你。但他有没有想过，这些榴莲
带给政府的整个收获和收入是什么？带给地方经济的成长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对待这个农民？所以我是觉得不应该。是你说到这个政府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说政府每一年呢，都还是有跟这个农民来征收所谓的这个农作物税啊。那这是不是其实也就能够诠释为说，州政府在过去它既然是有收税嘛，它其实就是认可这个农民在那一片土地上面的耕种的，难道不能够用这个东西在法庭上面来做一个有效的依据吗？来争取农民的权利。你说的那个事件应该是70年代的时候。OK， 那个时候呢，农民是获得这个土地局或者森林局呢给予他一个 permit，说你可以进去里面拿那个成果，但是农民一直知道没有一直保障是很难，未来会没有保障，所以他们一直都过去向森林局申请啊，向土地局申请啊，但都一直被拒绝。所以到了现在，他们其实并没有交到那个税。那个所谓的农作物税，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很多人误解是农民不要交，其实不是，是农民交不到。了解，因为他还没拿到 permit， 没有拿到那个租约，我怎么交呢？农民一直都要交的，甚至他们愿意给更高的税收。当然，你都不给我租约，你都不给我 permit， 我怎样交呢？是交不到，不是不要交。了解。好，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很同情这些农民他们的遭遇啦，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我们就今天在节目里面一起厘清好了啊。这个政府的这个绿皮书计划啊，就有人拿这个绿皮书计划拿来质疑说，其实这个计划当中是鼓励农民去开垦一些所谓的短期农作物但是榴莲很像不算是短期农作物，它是需要花7-8年的时间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是农民违约在先呢。那对于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不晓得有什么回应吗？这是一个无知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青皮书是70年代推出的，敦拉萨的时候。但是农民在那边已经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耕种了。青皮书计划是鼓励全国各地的这些人民呢，能够善用荒芜地去种植。OK， 它的出发点是这样。它说明的短期农作物呢，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开始过做农业的那些人。但是对于这班农民来说，他们一开始在里面就是种长期农作物了，那个就是橡胶。橡胶要多少年才可以收成？5-6年。也是一个长期农作物，所以青皮书推出之前，这些农民呢就已经在里面开始耕种长期农作物了。我觉得青皮书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它只是鼓励短期的农作物这么简单。青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发展农业。它鼓励的是，如果你附近有一些荒芜地，你可以去种植一些短期农作物。OK， 他是这样子说。但是青皮书这个概念放在劳务呢，它的概念就会是，请你继续发展农业。你不可能说我种着香蕉你就青皮书讲明要是种蔬菜，所以你就把香蕉树砍掉去种蔬菜，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延续了他们本身一直种植长期农作物的这个传统。然后到了青皮书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真正符合青皮书的目标，因为他们早就在那边已经开始耕种了。所以我只能这样子说，青皮书的出现其实是让这些劳务农民更有理据的继续在那边耕种。所以短期农作物这个讲法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去质疑说青皮书只是鼓励种短期农作物，其实不是的。里面还有包括有一个叫做青年土地政策，它当年也是鼓励大家去种橡胶、种油种啊。我们那时候要发展成为农业大国吗？请问种蔬菜可以让你成为农业大国吗？不能。所以劳务的这些农民一开始种的就是长期农作物，所以他们先种橡胶，后来种可可，后来再种油种，这些都是要一定时间的，它不能只是种蔬菜的。后来再种榴莲，种榴莲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了。但是应该这么说，你要看整个历史的脉络，你不能只是说青皮书讲明你种蔬菜，但为什么你现在去种榴莲？你不能这样子看的嘛？你要看的是历史来讲，他们从一开始就种长期农作物，就橡胶，后来就种可可、油种那么整个过程就是本来他们那个土地就是一直种的长期农作物，你叫我换这个短期农作物，那你只会让我们损失更大。所以这个讲法是不正确的。但我会认为强调的是，劳务的农民才是真正符合青皮书当年的目标，就是鼓励发展农业。了解。Okay. 好，另外一个质疑呢，可能是对于所谓的河流污染啦，这个农药污染特别是这些农民在种植榴莲的时候呢，有人就指控他们说滥用农药啦，污染河流啦。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劳务的居民认为说，你作为这个国会议员是不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应该把多一些的注意力放在水工的问题上面。
这个其实您怎么看？您有什么回应吗？ 首先两个角度了。第一个，你是问我到底种植榴莲会不会污染一些河流？我认为肯定会。但是你一个国家要发展农业，就是你国家要发展工业区，你也是一定会污染一些自然的环境。那这个时候政府要有一些政策去应对啊。同样的，你要发展农业，你也是要有一些政策去如何保护环境。那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就是农业政策过去的偏差。你一直想要发展农业，但你没有一个好好的政策去包装、去规划，包括如何去规划和保护这些河流的东西。你没有这些政策去应对，这个是政府的错还是农民的错呢？我不觉得农民有太多的错，因为农民是符合你要发展农业的这个目标。那你政府应该去解决这些所谓的河流污染的问题那你应该是问责任在政府那么污染河流严不严重呢？那我只能说污染河流的情况是有存在，但是在现今科技这么昌明的情况之下，政府只要有资源有拨款去保护河流，我们就会面对很少治水的问题。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劳务6年，我上一届我是州议员，在过去呢做州议员的5年呢，我最放的主力重大的重心就是在治水方面。我一开始也是在关于这个我讲种榴莲导致河流污染，所以劳务整天治水，哇，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吗？那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像新加坡和香港这种高度发展的城市，有工业有这些港口的这些地方，那他们连河流都非常的少，他们要讲获得这个水的来源，你有常常听过香港和新加坡常常治水的吗？没有，对，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是管理出了问题，不要一直怪农民。是农民是种榴莲，你要发展农业。我们马来西亚到了今天 ，Rafizi 我们的经济部长甚至在国会讲，我们的整个目标就是要鼓励年轻人也去从事农业。那劳务农民就是最好的例子，给他们学习那为什么你现在到了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讲农民污染河流什么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了，而且如果要让这个地方呢，它不形成更大片的这个污染的话呢，其实就要让这些农民更加名正言顺的去做，你要规划去种植榴莲，然后政府才能够进去来规划、来辅导，说如何使用正确的农药，或者是说如何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妨害这些害虫之类的对对对。另外一个，其实大家也会有的疑问就是说，其实因为您是在团结政府里面嘛，然后你也是这个西蒙的议员嘛，然后大家就觉得说，现在不是西蒙做政府吗？为什么还这么难呢？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呢？那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宪政体制还不是说完全的了解，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疑问了所以现在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内部的协调，政府内部的协调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跟我们说明一下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只能说，大家要明白的是，团结政府不是完美的。我们为什么会组成团结政府？为什么行动党可以跟死敌巫统这么多年的死敌巫统一起坐在团结政府里面，一起组成政府？那我们就要预知到，它里面会有很多理念上的差异。本来团结政府就是一个纯意求同的这个执政联盟。那么这个执政联盟呢，你组成了过后呢，你是不是每样事情都能达到共识？我坦白讲不是。在联邦的层次来讲呢，就包括好像统考或者是其他关系到一些甚至是赵明福翻案的事情，是不是每样事情都能达到共识？未必。所以在州政府也一样，我们是组成团结政府，我们承认，但是是不是每样事情都达到共识？不是，有些事情可以达到共识，有些事情不能达到共识。那在还没有达到共识的情况下，还是发生跟以前政府一样的这个行动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作为一名政府的后座议员，我的责任本来就是帮人民发声、监督政府。我不管政府是谁，政府是团结政府也好，国盟也好，只要你做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就应该发声。但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否认我们的这些在这团结政府里面的阁员呢，有去帮我们在努力，但这个共识还没有达到。当他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对方就来了，执法人员就来了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出去保护他们嘛。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在双管齐下，内部有商权，外部我们要维权。所以我们要双方的一起来保护，但是不代表我们阁员没有做东西。我在这里必须要说一声，他们还是有做东西。那么共识还没有达到之前，他们去执法的话，我们就要去保护他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具体哪一些共识还没有达到吗？就比如说，到底这个榴莲非法巴的事情，其实在
彭亨州不只是劳务，还包括直良、金马伦，有太多太多这种问题，不只是劳务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就这个所谓的无地气吧啊，俗称非法吧啦 ，OK， 无地气吧有一个政策的共识，到底要怎样去对待他们？所以他们执法单位或者当权者就用回他们以前那一套去进行。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为什么你是团结政府，你没有做到？我承认还在谈着。目前谈不到的话，那我们就只好用回他们用回以前的方式，我们也用回我们以前的方式去保护农民咯。那么第二，这样为什么团结政府还一直做不到？如果到最后做不到怎么办？那我只能说，如果做不到的话，人民去惩罚我们，那就是很应该的。所以我们就给5年大家去评价。没有啦，我是觉得说，像在这个新古毛的这个补选当中呢，西蒙还有国政哦，真的非常的团结。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劳务的选举时团结 ，OK，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施政上可以更团结，是也可以团结一把，因为这农民真的是非常的无辜，也非常的可怜了啊。好，我们再回到租地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发现说，相对于财团来说呢，这些本来就已经是在当地耕种的这些农民，他们愿意给的这个土地租金，其实是比财团还要来得高的啊。但是州政府却执意要把这些地呢租给这个开价比较低的财团，你认为这个事情合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存不存在价高者得或者是公开招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4年前呢，当州政府把这个地租给这个彭亨皇家榴莲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农民他们也没有去跟农民谈过。州政府也没有去跟农民谈过，到底你要租多少钱一英亩？那他们就直接有一个财团来找他们，就开出了一个看似对州政府可以获得很多收入的一个计划书。那么他们就认同我们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去接受这个财团，那我们就把这个合约搬给财团，也没有公开招标，什么都没有。好，那么农民是之后就是说他在要求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就讲明我们愿意给更高的租金，但是前提是你的榴莲要市场自由买卖。这个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条件。可是那时候合约已经颁给了这个皇家彭亨榴莲。那么皇家彭亨榴莲呢，就是讲他们要收完你的榴莲，然后你们要给很高的这个课很高的这个地税，所以那个时候农民才站起来反对的。其实如果财团一开始就直接讲明 ，OK， 我现在跟州政府拿了这块地，我每年的这个1英亩的这个地的租约呢是500块1英亩，那么你现在只需要给我1000块，那么你就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很愿意合作的。问题不是出现在他的租税而已，而是他要垄断所有的榴莲。但是他的合约里面最为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讲明你所有的榴莲要给我，所有的榴莲，你就算拿回家吃，你要给我申报，甚至就是说表明是不可以啦。所以农民种到这么辛苦农民的心血，你一来就要坐享其成，而且你给的那个 fixed price 是33块1公斤 A 果，一开始是30块，过去这3年因为有抗争，它就稍稍退步，讲变成33块，但是还是很低，对比这个市价来讲。所以33块1公斤 A 果，在外面你自己去批界或者吉隆坡的榴莲档吃，你觉得1公斤 A 果有可能33块吗？平均来讲，农民过去这几年收到的这个批发价，就是卖出这个果的农民来讲的话呢，45到60都试过，甚至80也试过。这个不是说农民很要钱，但这个是市场的需求。OK， 你45到60这么高的这个价钱，你才给33块，你觉得农民会接受吗？农民肯定不能接受啊！这农民不能接受的话，那当然就不能去跟你达成一个协议嘛，就不会签嘛。所以我们才展开了这场抗争运动，因为你摆到明就是要拿农民的心血。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有法庭这样的判决，其实你觉得我们给社会大众去散发一个怎么样子的讯息？我简单讲好了，其实我相信这种土地的争议一定不只发生在劳务这个地方，全国各州肯定都有。那么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它会不会我滑坡一点会不会其他的州也开始这样子来压榨农民？它会不会造成怎么样子后续的效应？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不只发生在劳务，好像最近霹雳州前几个月也发生过这个拱桥的种蔬菜的农民被驱赶，那个模式很相似，就是说州政府把这个地租给财团或者大公司，在劳务呢，他是租给财团来拿这榴莲地，
来拿他们的榴莲。那么在霹雳州拱桥事件呢，它可能是那个发展商要拿来发展物业或者是其他的project， 所以他就把这个地就给了这个发展商。那农民在那边怎么办？就被驱赶咯所以这个模式呢是很危险的。我们也要在这里呼吁州政府、各地的州政府啦，全马来西亚各地的州政府，你们应该先体恤农民，先珍惜农民的付出，而不是整天想着以为跟发展商或者是大财团合作，你就能获得很多收入，你这个经济就能发展，不是的，农民才是这个国家粮食的主要提供者。你把这些农民全部驱赶了，你整天发展 project、发展 hotel， 或者你把这些财团放进你的这个联营公司里面，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可以赚大钱了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政府呢的角色不是自己要赚到钱，不是整天去纠结自己税收有多少，而是你怎样确保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三餐温饱，这才是你的责任吗？如果当地有一群农民因为自力更生耕种了这么好的榴莲，然后可以三餐温饱，可以自给自足，你应该感到高兴啊！因为这群人民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你不需要特地去照顾他们，每年给资源他们，每年加薪给他们，不需要吗？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了吗？那你应该感到高兴啊！当地的地方经济也活络起来年轻人回流，这就是你做政府的目的吗？那你为什么整天要去纠结你的收入跟农民的收入？那为什么你今年没有给到我税农民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子想呢？政府一定要收到税收吗？我要这里讲的是，如果你可以双赢的话，你可以收到税收，那是更好。但是如果今天你的角度、你的眼光，你不能这样子看。如果今天这些农民能够自力更生，那你应该骄傲，这是你赚到的，不是你失去的。了解，其实不要说农民能不能够自力更生了啦，我们现在看到农民还要自己来付这个堂费这个堂费的这个，当然有些声音就说这个这么多农民他们除一除自己应该是可以出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问题，而且我单是看那个金额，你不要说什么1000到3000什么之间，我觉得对于农民来说，这个金额应该也算是不少的一笔钱特别是现在又没有办法进去采摘他们的果实等等之类的想要请问一下，现在这个60万的这个堂费筹款进度到底是到哪里了呢？筹款进度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差不多筹到了40万。OK， 40万，你很乐观我觉得没有筹到的一天都不算乐观我们因为只是短短2个礼拜就筹到了40万，所以那个进度是让人满意的。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堂费真的太高了，OK， 太离谱了。因为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司法审核？司法审核是公民挑战政府施政不公的最后手段，所以我们在司法体系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judicial review 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司法挑战。其他例子就包括就是那个Nick Allen 的 case， 他们去司法审核吉兰丹州政府通过伊斯兰刑事法的这个政策。所以你看到司法审核的重要性吗？公民有最后的手段，用司法审核来去挑战政府的施政不公，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这就是司法审核的意义。60万令吉，改次还有什么团体敢去司法审核？我无端端就要被罚30-40万，就是说你把司法审核也把它变成基本上就是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但是很多去司法审核的只是普通的小市民、普通的公民而已。60万太高了。有人讲你200个农民除起来一个人3000块。首先我要在这里讲的是，在原则上堂费本来就不应该这么高，尤其是司法审核。第二，60万除200个农民，一个人3000块，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多。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些都是小园主，3000块不多吗？你以为每个人真的能随便的可以拿 cash 拿出3000块出来吗？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讲农民一定很有钱。很多小园主我要告诉你，种榴莲前10年是没有收成的，自己出的本钱，到了12、13年、15年，你的榴莲才可以算是丰满有果实。但是你这个期间还要面对一些气候的变化，是看天吃饭的。是有一些农民是赚到钱，但今天你赚到钱跟你应该付这么高的堂费是两回事，不应该的。我就算是有一些农民是很有钱，不代表他们应该付这么高的堂费。而且3000块，我要在这里强调是那200个诉讼人里面，其实有10多个已经退出司法诉讼了，剩下186个，大部分是小园主，加上那天被逮捕的那个66岁的老妇，一个农民，他其实是一个
小园主一个就是小康之家而已，可能他们可以3餐还找到，但不代表他们一定是很有钱。所以当时我们听到60万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发动众筹。那么这个意义除了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还要的是就是让社会人士知道，这是一个关乎到公共利益的事情，不可能只让农民去承担。我要给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是公共利益，我们要捍卫这个公共利益的事情。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包括这些没有进入司法团的农民，或者是外面的公众人士，因为我们在做这一个追求正义的东西，是追求公义的事情，公义是公众正义的事情，你们支持我们，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意思。所以目前筹到400千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是相当的让人满意。那么还有农民在继续的支持，还有外界人士要继续支持，这个我们都很鼓励，因为真的太高了，60万。那有人讲除200个。一个人3000不多，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今天农民胜诉，难道这个政府一方他会赔60万给农民吗？你想一个人3000块的话，那对面只有6个答辩人呢，是不是一个人乘3000，这只有18千罢了？不是这样子算的嘛？是不是？我们希望农民还有外面这人士可以继续支持，因为这是关乎到公众利益的事情。如果大家要支持的话，现在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个捐款的资讯啊？就可以在我的脸书啊，或者我可以把这个资讯传送给你。OK， 好，我们团队大家也来抽一抽了哈，大家可以有力出力。好啦，今天非常谢谢这个 YB 周宇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我相信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啊，他肯定有后续。那希望以后也可以有机会再请你回来。希望下次请你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啦。我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完满的结束。对，希望下次请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聊聊其他的议题。谢谢，好吧，好，谢谢宇辉，谢谢 BFM， 谢谢大家。那不晓得观众，你这个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对于劳务的农民的处境，你有怎么样子的想法？你觉得他们应该去付这个堂费吗？那你又觉得这个司法审核最后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还有对于农民的处境，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啊！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